手操纵，黑云翻涌，恶意伺机而动。我大喝一声，地面卷起狂风。不必歌颂，我本就骁勇，无法忍受呼救震耳欲聋，那就别回头，我来终结战斗。当笼中的困兽，那不像我，是消极的等候，那不是我，深水中觉醒封藏的力量，一无生之需求，正义存亡。别太慌张，火力登场，自觉避让，且待我收拾这战光，年少要轻狂，龙潭也巨壮，这一战不忘，我守护的光。兄长，凌风街此劫应该算是过去了。严将军，你在这里做什么呢？你怎么会？怎么会好端端的站在这儿，没有被群英殿的人抓走是吗？那是我们命硬，运气好，倒是你平白无故在这里祭奠何人呢？曹彦兵，你作为一个通缉犯，我将你报给群英殿有什么不对吗？至于我在这里祭谁拜谁，又与你何干呢？鲜花饼泡酒，喜欢这种吃法的，据我所知，整条凌风街只有天月兄一人。北洛大哥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认为我祭拜的是我兄长？就凭这几块饼？凭这些还不够吗？凌玉，我劝你现在最好跟我们坦白，说出真相。真相？真相就是我兄长被这个曹衍病所害，我内心难过，所以我就过来和我的侄子风渣说说话。风渣？你还想说埋在这里的是风渣？没错。你们不是不相信风渣已经死了吗？这里就是风渣的埋骨之处。至于这些祭品，风渣是我兄长的儿子，他们的口味自然是相似的。你撒谎！我的口味，我怎么不知道？风渣，风渣，你怎么会？是不是他们？是他们把你拐骗出来的，是吗？我听到爹被人害死的消息，自己跑出来的，跟他们没有关系。结果，我竟然发现，死的人，竟然是贴了爹的人皮面具，他根本就是另外一个人。所以，这树下埋的到底是谁？是我爹吗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说！风渣，我找人假扮你爹，也只是为了想一个办法困住这个姓曹的，以免他把你给带走。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保护你啊！事到如今，你还在撒谎。好，我替你说出真相。5年前，飞莲从我体内化形逃走，被你和爹合力控制住了。你知道飞莲是个魔五行，
所以你觊觎他的力量，于是不惜暗地里杀了我爹。你还骗我说他重病不起，让我听你的话，一直囚禁着我。而你呢，源源不断的抽取他的血液，制造赤羽，成为你的力量和你的财富。我说的对吗？看来，你们是看到飞廉了。地宫，还有抽取他血的管子，我真恨我自己，没有早日发现。所以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：这树下面埋的是不是我爹？是不是你杀了他？事已至此，也没什么可隐瞒的了。没错，你爹是我所害，此刻他就埋在这棵树下。当年，梅长老已经研制出减低飞廉血液毒性的方法，只要有了它，踏风族就能壮大。可是兄长他不同意。不可以。飞廉虽有魔性，但毕竟是我踏风族的神兽，将它锁起来亦是不得已，怎么还能进一步伤害它？你知道那批恶灵在来临风街之前去了哪儿吗？他们去了石火寨，将整个石火寨灭了族。如果这一次不是靠飞廉的血，我们踏风族也一定是灭族的下场。兄长，如果我们再不强大起来，万一那批恶灵再席卷重来，我们岂不是凶多吉少了吗？镇魂街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。我们踏风族天生弱小，能苟活至今，那也是数千年来我们避世而居。如若将来有一天再被入侵，那灭族也是无可奈何之事。不是的，我们并非如此弱小。你别忘了，我们还有风渣。我们现在暂时可以靠飞廉的力量撑一撑，等到风渣能够完全控制飞廉的力量的时候，那个时候，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。风渣那个孩子吃了多少苦啊！还要抽取飞廉的血，这样虐待他的守护元神。现在，这就是唯一能够活下去的办法了。优柔寡断，只会害了所有人。别说了，我才是这条街的镇魂将，我知道什么事该做，什么事不该做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我不想再看到我们族人被那批恶灵一个一个拧下脖子。我只知道，我不想再看到若夫和好不容易活下来的族人，最后遭到这般下场。阿玉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要去将这件事情告诉我们的族人，让他们自行决定到底该怎么做。你疯了吗？那绝对不行！如果我一定要这么做，那你就别怪为兄不客气了。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的下场。颜灵玉，果不其然，你竟然连自己的亲哥哥都害，就为了那么点力量，就为了这镇魂将之位吗？没错，凌风街的镇魂将就是我，就应该是我。每一条街的镇魂将都应该不顾一切地守护自己这条街，而你爹，他优柔寡断，他宁愿冒着被恶灵灭族的可能性，都不愿意使用飞廉的力量。请问你爹有什么资格做镇魂将？所以
你虐待飞廉，杀了我爹，你怎么下得去手？你爹就算不死在我的手上，他也会死在恶灵的手中，你明白吗？5年前，恶灵入侵，要不是我及时将飞廉的血加以利用，今天还有灵凤街吗？你们还能看到如今这番景象吗？我守护好自己这条街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根本就不知道，这5年以来我是怎么过来的。我自认为我的所作所为对得起灵凤街，也对得起踏风族。而你呢？这些年你口口声声地说，你也想要守护灵凤街，可是今天你背信弃义，和这帮外来者站在一起，你对得起灵凤街吗？对得起踏风族吗？是我看错了你了。你从始至终就是一个根本无法控制自己守护元神的废物。你怎么知道我控制不住？飞廉！真的可以自如地控制飞廉了吗？怎么样？想不到吧？你以后再也关不住我。爹的仇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。好大的口气！你以为你自己能够控制住你的守护元神，就能够好好运用他的力量来战斗了吗？等你学会斩击，再跟我说报仇吧。你以为我不能吗？那你试试。鹤鸣斩！风斩小心！银月斩！你没事吧？若夫，若夫，你们都走开！若夫，若君，若夫，你怎么会？你不是已经走了吗？我没走，我一直都跟在你的身边。你怎么那么傻？这一切压根就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你怎么这么傻？若夫，你没事吧？凤长，若夫姐，太好了，凤长，你还活着。凤长，你听我说，你不要怪我母亲。母亲当年的过错，就由我的命来替吧。若夫，
母亲，那天你和舅舅的事，我都看见了。什么？那天我刚练完剑。你疯了吗？那绝对不行。如果我一定要这么做呢？那你就别怪为兄不客气了。兄长！兄长，你醒醒！兄长！凤长，我母亲她不是故意的。怎么会这样？母亲，我知道你一直都活在痛苦当中。为了保护林凤姐，你已经拼尽了全力。我真的好想帮你，可是我已经好努力了，我就是做不好。没有，可能就像你说的，我就是个废物。希望我的死可以让你不再痛苦。若夫，醒醒啊，若夫！随缘，我命令你立刻和我解除契约，改为追随若夫，用你的力量救他一命，从此守护陪伴，生死与共，不离不弃。若夫，母亲，若夫，若夫，太好了！母亲，你怎么了？母亲，怎么会这样？母亲，她怎么了？你母亲把她的守护元神给了你。可是，那她为什么会这样？可能是多年服用赤玉，积毒颇深，身体早已无法脱离守护元神力量的加持。母亲，若夫，
我对不起你，我将你的守护元神打死了。现在，我将岁月给你，希望能够弥补我的过错。母亲，若夫，是我害了你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从小你不听管教，如此的乖张任性。我原本只是以为你是因为迟迟的召唤不出守护元神，你才会变成这样。原来都是因为我的过错害了你。不是的，求你，不是的，若夫，我害了你，对不起。不是的，母亲，不是的。凤札，对不起，姑姑不怪你，是姑姑害了你，害了你的父亲。其实，姑姑想跟你说，我一直让曹彦兵找不到你的行踪，不是因为赤羽，只是因为你，你是我们踏风族的一切，你能够改变凌风界，你是我们全族的希望。我和兄长曾经立下誓愿，无论如何，我们不管经历什么，都一定要坚持，坚持到有一天，你真的能够掌控住飞廉为止。凤札，姑姑很开心，今天我终于看到你能够掌控飞廉了，我终于能够赎罪了。母亲，如今我心愿已了，往后的踏风族就交给你和若佛了。母亲，曹彦兵，有件事我想跟你说。其实10年前，我见过你母亲。我母亲？当年，他们一行人进入芦花古楼，其实是为了寻找一种净化恶灵的力量。净化恶灵？为什么要净化恶灵？我也是这样问他。他们是镇魂界的万恶之源，你不是应该想办法尽快的铲除他们？为什么还要想着去净化他们呢？可我们已经杀了这么久恶灵了，你们真觉得镇魂街有变得更好吗？众所周知，恶灵是由普通灵人恶化而成的，他们凭借自身力量吞噬灵人，而灵域再借我们镇魂将的力量诛杀他们。就这样，我们杀了近1000年。在这种无休止的杀戮和各种力量互相倾轧之下，真正的问题被掩盖了。我们变得麻木，内心充满仇恨，镇魂街的规则也只剩下了一条：弱肉强食，丛林法则。要么你把我消灭，要么我让你畏惧。
温情呢？纯真呢？善良仁爱，好像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变得不再重要了。灵人也好，祭神人也罢，未来的路在哪儿，没人看得见。所以你打算试着净化恶灵，如若成功，镇魂将就不必再诛杀恶灵，灵人也不用人人自危。如此一来，镇魂界的纷争起码会减少一大半。至少我们多了一种解决恶灵的方法。这样自然再好不过。只是，传说中那鼓楼之中住着力量强大的神明，情况凶险莫测。早年间，族内也并非没有冒险闯入之人，只是都一去不回。你要不要再慎重考虑一下？我想得很清楚了。以我目前的处境，应该很长时间回不了罗刹街，自然也没有办法陪在我2个孩子身边。所以不为别的，就算为了他们，我也应当努力一试。为了他们？我不太明白，你为了孩子，这又是个什么道理？不瞒2位，我曾经也认为，在镇魂街强就是一切，而杀戮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。我当了杀手，过了很长一段拼命行事、冷血无情的日子。但后来我有了孩子，经历了很多美好的事情，体会到了各种美好的感情。有一天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一点都不希望我的孩子生活在这样一个弱肉强食、充满杀戮的世界里。他说，镇魂界的恶灵并不是万恶之源，而是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。他说，如果他能寻找到另一种能够彻底解决恶灵的办法，那么以杀止杀就不再是唯一的选择。他还说，他可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回家，因为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一直生活在充满着杀戮的世界里。母亲，这把刀是你母亲当年给我的，我不配拥有它。今天我将它还给你，也算是另外一种物归原主了吧。你从来都不是什么废物，你在我的心里是我唯一的骄傲。母亲，母亲，姑姑，母亲。真是万万没想到，灵峰街的事
最后竟然是这样的结局。我有时候在想，颜灵玉是不是怎么选择都是错。如果是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想什么呢？怎么不说话？我在看老妈送给颜灵玉的刀，上面有2行字：心坚劈磐石，心裂斩阎罗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人心够狠，天下无敌。要是按你说的那个意思，老妈就不会为了净化恶灵，改变镇魂街弱肉强食的现状而冒险跑去鼓楼了。那倒是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老妈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：要在愤怒和怨恨中守住本心。我在这里的这个“心”字，或许是类似的意思吧。照你说的意思，我倒是觉得颜灵玉正在践行这8个字。只是人和人的道不同，他把生存放在第1位，并且不顾一切，这也是镇魂街大部分人的想法。可是难就难在，人不能只是活下来，这就是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。要是你呢？你怎么选？你问我？不知道。我不知道就算了，你也不知道。我从小到大心里就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如何保护好罗刹街。按我的实力也做得到，不过这罗刹街以外的世界是什么样，我根本就不在意。镇魂街的现状，未来，更是想都没想过。那你刚刚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老妈当年对颜灵玉说，她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回罗刹街是什么意思？而且我也想不通，老妈出了千级黑茶，为什么不回家？不过现在看来，应该也是有一些不得已的原因吧。看来在你简单的大脑里，永远不会有 to be or not to be 的问题。B？ 什么 B？ 两位将军，辛苦了。飞罗前辈，多谢你帮忙安葬母亲，之前重酬，还请不要介怀。既然来为他送行，就没有什么在意的，只希望二位严将军能够安息。今后灵峰街就靠你们二位了。母亲临终前，最后的愿望是希望你可以守护好灵峰街。今后，你就是灵峰街的镇魂将了。一切事宜，我都会协助你。罗布姐，你现在有了随云，一定能守护好灵峰街的。怎么，你不愿意当镇魂将吗？为什么？你是不是还在怪母亲？不是的，姑姑的事儿，我心情很复杂。
那，你是为什么不愿意当镇魂将？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什么事啊？陆府姐，你就陪着姑姑吧。我先走了。风渣，你现在喜欢吃什么点心？我明天做给你吃。为什么是明天？你忘了吗？明天是你的生日啊！我都忘记了，你还记得？你是家人，当然记得。听欲望的心中在蚕食着一念，看具象的世界颤动着慢慢倾斜。我们穿过浓烟，无畏风浪过界，便赤足上前。I will never surrender， 多少的热烈，让梦魇，让爱也都湮灭。I will never surrender， 切开的浓烟，为新鲜，为耀眼的明天。I'll never fail， I'll never be alone。把生命如落叶，打捞不到一眼。我蒙蔽的双眼，来窥破未知凶险。在命运的刀尖，面向至暗伤人，感动成一愿。